当跨国企业的高管们看着财务报表发现，一个每个月只需要$30订阅费的 AI 工具，比如 ChatGPT Enterprise 或者 Microsoft Copilot， 能瞬间跑完你熬夜3天做出的市场数据报表，能在1分钟内生成你花了1周时间打磨的商业企划书，甚至能自动抓取全网数据，写出毫无破绽的行业竞品分析时，你的铁饭碗就已经碎了一地。今天我们不谈那些正确的废话，不制造廉价焦虑，更不卖课。我将带你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拆解未来3年在新加坡极其内卷的职场里，真正能让你免于被淘汰的3种硬核能力。这不仅仅是一期视频，这是你未来5年的职场生存指南。为什么这场生存危机在新加坡来得比全球任何地方都更凶猛、更残酷？新加坡是一个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极度依赖外资，以极致效率立足于世界的微型经济体。随着政府全面推进国家 AI 战略 2.0， 本地的银行体系、科技巨头，甚至是把亚太总部设在这里的外资 MNC， 都在疯狂加速自动化转型。在这个极高人力成本的岛国，企业绝对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过去12个月里，只要你稍微关注本地财经新闻，就会发现多家头部企业在架构重组中悄悄裁撤了大量初级分析师、基础程序员、文案策划和行政管理岗位。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把高薪岗位留在新加坡？是因为你需要处理复杂问题，而不是做一个人肉打字机。那么，面对这种甚至连反抗机会都不给的降维打击，到底什么能力才是 AI 拿不走、算不出、学不会的？我们直接进入第一种核心能力，未来真正值钱的第一个能力，我称之为极度非标准化的语境拆解力。AI 是个极度理性的学霸，只要规则明确，历史数据干净，目标清晰，它天下无敌。它能在国际象棋和围棋上碾压人类总冠军。但现实的商业世界是讲逻辑的吗？不，现实往往是一团乱麻，充满了人性的弱点、利益的博弈和潜规则。作为东南亚的商业枢纽，你在新加坡操盘一个跨国项目，面对的从来不是干巴巴的 Excel 表格和完美的流程图，你可能要同时应对极其严苛的欧美数据合规审查、印尼或者越南供应商难以捉摸的交付周期、泰国客户模糊不清的需求，以及本地多文化、多种族团队内部微妙的利益摩擦。AI 可以用10秒钟帮你写出一份完美的英文商业计划书，甚至顺手做完精美的 PPT 排版，配上极其专业的数据图表。但它绝对无法告诉你，在关键的线下会议室里，当大老板突然皱眉，核心合伙人保持沉默，财务总监提出看似无关紧要的质疑时，你应该先安抚谁的情绪，又该用什么样的话术巧妙打破僵局，把话题拉回正轨。当标准流程突然断裂，既定规则完全失效，突发公关危机降临，甚至供应链突然断裂时，那个能迅速理清多方利益纠葛，在充满灰度的模糊地带做出最优决断的人，才是企业不可替代的定海神针。我们常说新加坡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这座桥梁的本质不仅仅是你能讲流利的英语和华语，而是你能处理极其复杂的非标准语境。你要听懂客户嘴里没说出来的那半句话，你要看懂跨部门博弈背后的真实诉求，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坚持。AI 懂代码，懂语言模型，懂所有的理论知识，但它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跨文化博弈中那些微妙的妥协与试探。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每天都在处理这种高度非标准化的冲突，解决那些连说明书都没有的烂摊子，恭喜你，你的岗位非常安全。但如果你只是个传话筒，每天只负责把 A 部门的话原封不动传给 B 部门，那危险就在眼前。那么，除了看懂局势，我们又该如何做事？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能力，从单一执行者向跨界资源整合者的跃升。以前我们在职场上拼的是谁的专业技能更深，比如你精通 Python， 你是数据透视表大神，你能写出毫无破绽的法律合同，或者你能画出极其精美的系统架构图。但现在，生成式 AI 把所有这些硬技能的门槛无情地踩平了。未来的职场竞争不再是谁敲代码更快，谁做图更漂亮，谁写文案更流畅，而是谁能提出更准确的商业问题，并把不同的资源、不同的人工智能工具高效拼装起来，解决真实世界的痛点。举个例子，策划一场大型营销活动，
未来你只需要用 AI 生成策划案初稿，用 AI 批量生成多语种的海报和视频素材，用 AI 进行初步的数据受众分析。但如何把这些素材精准投放，如何说服渠道商配合，如何根据实时反馈调整策略，这需要极强的跨界整合力。在新加坡这样高度精细化分工的成熟商业市场里，最危险的职场人，就是那些只会盯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只会按上级指令做事的工具人。这种人本质上就是一个人肉 API 接口，输入指令，输出结果，没有任何主动思考和跨界联动的能力。既然是 API， 企业为什么不换成成本更低、永不罢工、不用交 CPF， 也不会要求加薪的真 API 呢？真正稀缺的是能够跨越部门壁垒的操盘手。他们不仅知道用什么最新的 AI 工具能提升10倍效率，更知道如何将这些庞大的算力转化为真实的商业价值和现金流。懂技术但不沉迷于技术，懂商业且能调度技术，这种跨界整合的思维才是你30岁之后真正的溢价所在。当你掌握了整合资源的杠杆，不仅能保住工作，还能实现降维打击。接下来你还需要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固的防线，不可复制的信任构建与情绪杠杆。很多人在讨论 AI 替代时，往往陷入了技术狂热，却忽略了一个残酷但真实的商业铁律：大额交易和关键决策往往不是基于绝对理性的数据推算，而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信任。你可以用最先进的模型，在3秒钟内生成一份无懈可击的财富管理方案，一份详尽的企业级软件采购清单，或者一份极其严密的并购合同。但高净值客户凭什么把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新币的家族资产交给你打理？跨国公司的高管凭什么签下那份千万级别的采购合同？是因为方案本身吗？不，是因为他们信任你这个人，信任你过去10几年积累的背书，信任你的人品，最重要的是，信任你能在出问题时兜底负责。AI 没有肉身，没有社会身份，这是它永远的软肋。商业世界的诸多高深壁垒，拨开专业名词的外衣，底层都是靠真实的人际网络、深度的社会契约以及人性的共鸣建立起来的。机器可以做到100%的正确，但人类往往需要的是安全感。如果你现在的工作每天只是机械地面对电脑屏幕，不需要和真实的人建立深度的信任关系，不需要提供任何情绪价值，不需要承担决策风险，那你真的要极度警惕了。去刻意强化你的沟通力、共情力，去真诚地经营你在这个行业的个人信誉。记住， AI 可以提供1万种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但只有人类才能为最终的决定拍板并承担后果。这是任何千亿参数、万亿参数的大模型都无法夺走的终极护城河。AI 时代，新加坡职场的残酷大洗牌已经拉开序幕，而且进度的推进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语境拆解力、跨界整合力、深度信任构建，这3种能力将是未来5年区分赢家和输家的绝对分水岭。不要等到 HR 将冷冰冰的裁员信放在你的办公桌上，不要等到门禁卡突然失效的那一天才想起去改变，把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提升这3大核心杠杆上，去接触更复杂的人，去操盘更模糊的项目，去承担更大的责任。你所在的行业目前受 AI 的冲击大吗？你身边有没有已经因为 AI 而被迫转型的同事？你觉得自己的岗位在未来3年还安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感受，我们一起探讨真实的职场生存现状，抱团取暖。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